是我对不起岳大哥，没能把最后一道金牌接住。报元帅，张俊大军已经拔营班师。报元帅，韩世忠大军已拔营班师。这是韩帅亲笔信，请大帅过目。退兵一事，非你我所愿，然皇命不可违，还望元帅奉诏退兵，留得青山，相忍为国，切勿动心率性，以乱大王。我还得到一个消息，朝廷现在已经断了岳家军的粮草，更严重的是，张群已率3万人马调转枪头，只要岳家军不退兵，他们随时准备跟晋人前后夹击。这王八羔子，晋人打不退，他反倒回过头来打我们。好得很！既然朝廷这么对咱们，咱们索性就反了。张俊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老子不信打不过他。怎么样？你们干不干？好，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牛叔我跟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帐粮草最重要，朝廷不干了，咱们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王贵，牛叔，你是不是被北蛮子吓破胆了？只要我们攻进汴京城，什么吃喝没有啊？我王贵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大哥说的，我二话不说。贵叔，牛叔，爹，你说过，国之兴起，在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惜死。现在就是不惜死的时候了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，我就不信杀不出条血路来。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这么窝囊的回去。元儿，你糊涂啊！我问你，我们带兵打仗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。如果我们打了，前有金兵堵截，后有宋兵围剿，我们兄弟部队自相残杀，谁得益？朝廷奸臣，谁得利？今日谁受苦？天下的百姓。这样只会引起更大的内乱，更大的浩劫。可我就是不甘心呐！你一个人痛快了，那天下的把我杀了吧，我不回去。对，我死也不回去。要死就战死在沙场上。住口！我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？都回营帐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出来。岳大哥，大哥，元帅！
大哥，兄弟几个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帐内了，你放心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的。岳大哥，吃点东西吧。你一连好几日都没吃东西了，这人终究不是铁打的。你要是真的病倒了，岳家军的兄弟怎么办呀？还有这么多的百姓，可都等着你呢。天下事，当如何？全凭岳帅智儿。岳大哥，现在民心所向，所有的江湖人士都剑拔弩张，就等岳大哥你一声令下了。10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所得州郡，一朝全休。社稷江山，何以中兴？乾坤世界，无以再复。张显，我们在这里再多逗留5日，佯作过河，保护百姓南迁。是。大哥，百姓都已经走了，现在的诛仙阵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好啊，我们也该走了。
到边境了。我梦到我们打到边境了，所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我们，感谢我们呐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每一个都当我们是救命恩人。大家哭啊，笑啊，笑啊。后来我们哥几个兄弟们又回到樊楼喝酒了，那个痛快啊！这辈子，咱们兄弟们还能回樊楼和女儿红吗？还能回去和女儿红吗？大哥。
皇上，张俊将军和韩世忠将军已经回到临安，等候皇上的召见。岳飞呢？估计应该在路上了吧。皇上，臣不知您因何叹气。朕在想，这次是把3员大将都召回来了，人是回来了，心却没回来。尤其是岳飞，他天天想着要北伐，没准哪一天他又吵着嚷着要把北方故土收回来。皇上，他的心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握有兵权。若想真正有西割之期，就得罢了他的兵权。解除了他的兵权之后，就算他有心，也是无力了。解除兵权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皇上，您可记得太祖皇帝的那一出杯酒释兵权？岳太尉到，快请。参见皇上。爱卿平身。你们全都退下。岳爱卿啊，你连年征战，饱经沧桑，臣知道你心里一定责怪朕，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之下，让你班师回朝？是。曾几何时，金人铁浮屠拐子马，屠刀所指3军胆寒。而今我军连战连胜，金人闻风丧胆，正是轻取中原的最好时机。你说的没错，可你知道吗？打一场仗，要增加多少赋税，消耗多少银两，百姓要增添多少负担吗？没错，现在是一片大好的形势。郾城、颍城、诛仙阵连连大捷，确实大快人心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可以获得谈判的先机。现在就是我们和金人议和的最佳时机，爱卿的辛苦没有白费。先战后和，获取谈判筹码，是为上策；不战而和，难免称臣纳贡，是为中策；只战不和，必定生灵涂炭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，那是下之策。岳飞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这道理你要懂啊。臣只知道止戈为武，动武并不是因为好战，而是要停止兵戈之乱。金人和战战，根本就没有定数。等到他日战火重燃之时，难道不是生灵涂炭，国库虚空，天下难安吗？皇上，你心中若是真有百姓，
就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议和不过是皇上偏安一隅，做个江南国主的借口罢了。岳飞，今日你以下犯上之罪，朕暂且记下。太祖有言道：“犯无法者，唯有剑耳。他日再犯，朕和你就没有再做君臣的余地了。”谢皇上。三位爱卿，你们辛苦了。来，朕在这里敬大家一杯。这一仗，今人可是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大宋的兵力了，朕甚感欣慰呀。为了答谢各位将军的功劳，良田屋宅、金银玉帛，定是不会少了大家的。承蒙皇上厚爱。只要是有功之臣，皇上绝不会亏待了大家。想想宋金两兵交战，双陆10余载，也该到了止战息歌的时候了。哎，末将惭愧啊！哦，何愧之有啊？若不是行军打仗，处处掣肘，恐怕我们一早就把金人赶回去了。哦，张将军的掣肘是那些地方官不给面子，前日领军去领军粮，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置之不理。后来又去了一趟，得到的结果还是置之不理。真有此事吗？臣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皇上，此事倒也好办，不如给3位大将军挂个职衔，那就可以指挥地方官了。好，秦桧，你为朕拟道旨意，封张俊、韩世忠为枢密使，封岳飞为枢密副使。臣遵旨。臣谢主官。皇上知人善任，以后大家同心同德，共建大业。哦，对了，诸位可知道宣抚制的规矩吗？拜与新职，就应该卸去旧职。属下明白，我会交出我所有的兵马，供御前使唤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要我们交出兵权。人生在世，如同白驹过隙，不过只是为了寻求荣华富贵，享受安乐罢了。你们驰骋沙场，抗敌卫国，朕要
为你们做打算，不如交出兵权，去当个官，购置些良田美宅，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份产业，自己也可以日日享天伦，快活地过一辈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皇上，臣未能完成皇上的中兴大业，甚感羞愧，请皇上准臣告老还乡。你要告老还乡？岳飞，你这么做可是伤了皇上的心呢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啊？我泱泱大宋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奸臣贼子沆瀣一气，误国误民。你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你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。你就是我大宋的刽子手。皇上，臣已别无所求，请准臣告老还乡。哎呦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这都快急死我老牛了。这皇上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担任岳家军的统帅。啊！从今往后，大宋再无岳家军，军权交由张宪号令。大哥，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大哥，皇上是不是革了你的职啊？不，皇上升了我的职，升我为枢密副使，官居正一品。枢密副使，这就是个闲职啊！这摆明了是想收了大哥的兵权呀！皇上难道就不怕敌人再打过来吗？皇上心里的算盘是，奸人打来，可以进贡，可以议和。不管怎么样，江南国主的位置还是可以保住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武将一旦谋反的话，他可就别无选择，只能成为庶民了。岂有此理！皇上只顾自己的皇位，难道不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吗？我们的皇上如果能够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危，今天的大宋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的地步。兄弟们，你们和我一起浴血奋战10余载，杀过金人，打过匪寇，感激的话都在心里面。聚散任由天，来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我敬大家一杯。
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别扭扭捏捏的。咱们的话怎么说来着？是豪杰，必有真情。大丈夫，岂无酒量？对，为了豪杰跟大丈夫们，干了！好，是豪杰，必有真情。大丈夫，岂无酒量？干！干！干！兄弟们，保重！大哥，是这样。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！里面还藏着好几根呢，您别动，我给您拽出来。别拔了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。咱们在昭关都待了10几年了，也不过白了这么几根。看来咱们比伍子胥要结实的多了。人家李白说了：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皇上怎么就不读这首诗呢？再等下去，咱们都变成雪人了。皇上对这首诗必然是一读再读，无奈上有清明之高天，下有露水之波澜。天长路远，魂飞骨，梦魂不到，关山难。长相思，寸心更。青婉，把这个药给娘娘煎上，快去。好。有什么消息，说吧。啊，惠太后，刚才在外面听金人议论说，岳飞已经在诛仙阵布下了1字长蛇阵，准备和4太子决一死战。据当地人说，这一仗很可能把4太子赶出相州。不是，已经过了河了吗？岂止是过了河，岳飞还打算痛饮黄龙呢。那离咱们这儿就不远
远了是吗？可是，岳将军已经班师回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了诛仙阵，再过汴京，过黄河，过襄州，就离咱们不远了。为什么还要班师回去呢？因为皇上一连给了他12道金牌，催他回朝议事。12道金牌让他回去。皇上把岳帅召回临安，罢除了他的兵权，解散了他的岳家军，还给了他一个闲差，枢密副使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皇上兵权，解散了他的岳家军，还给了他一个闲差，枢密副使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皇上有这么糊涂。也许是如此聪明吧。你真是话中有话。皇上四周都是聪明人，怎么会糊涂呢？事到如今，南朝还有聪明之人吗？有，最聪明的莫过于太后向皇上推荐的御史秦桧。他小的该称他是秦相国。昔日秦桧确有其心，也确有其才。造谣言的是他，泄机密的是他，谈和议的是他，扣粮饷的是他，远君子用小人的是他，12道金牌追回岳元帅的也是他。他的心就是离间南朝君臣争分兴宋之心呢。他的才就是操纵文武百官敛财吝死之财啊。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秦桧的所作所为呢？南朝的百姓个个知道，只有太后您不知道。这么说，是哀家见人见错了。哀家才是动摇国本的罪魁祸首。小的不敢放肆，不敢这么想啊。元和，笔墨此何？我要写信革掉秦桧的职，你想法子送到临安，面呈皇上。太后，如今秦相国只手遮天，把持朝政，太后的信函恐怕还没进宫，就已经被烧了。众卿家平身。宋朝来使提出和议，诸位认为如何啊？打了10年了，我大金万千勇士丧命沙场，最后呢还是打不过人家。照我说，早该和议了。那咱们提出什么条件呢？让宋人每年向咱们纳银25万两，绢20万匹，这样就够了。毕竟是咱们打败了，我怕条件再多，宋人不肯答应啊。哼，还好先皇深谋远虑，早有安排，不然岳飞怎可能会退？所以和议不需要担心。乌棱四毛，你也说句话。赔款还不够，让宋人割地给我们。乌珠，你也说句话。
一切条件由皇上定夺。你们说的都很重要，这些话要让宋使带回去。还有，要定下来两方的关系，让宋朝向大金称臣，由大金册封宋朝的皇帝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是一切条件之首。如果宋朝不答应，何意免谈。请皇上明示。必杀非，史可和。陈秦桧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还在生岳飞的气？能不气吗？这个岳飞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皇上要保重龙体呀。爱卿此来有何事啊？皇上，金人送来了一封国书，请皇上过目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金人这次想要黄金还是白银，直接告诉朕就是了。是。皇上，金人不要金不要银，他们要一条人命。命？谁的命啊？岳飞。金人在国书上说：“必杀非，史可和。”此事还请皇上圣裁。金人怕的就是岳飞啊！朕要是真的杀了岳飞，岂不自毁长城啊？皇上，金人今非昔比，实属强弩之末。微臣力主和议，不是担心千里之外的金人，而是担心昼夜之间的岳飞呀。若不杀岳飞，岳飞必反。都说岳飞必反，岳飞必反。到底他做了什么事？朕要杀他。朕若是杀了他，就是一个大昏君，会被千秋万世唾骂的。皇上，如果金人再动干戈，岳飞趁此机会再度北伐，该如何是好？一旦他岳家军真的直捣黄龙，救回钦宗皇帝，那皇上您往哪儿搁？更让臣不敢设想的是，若岳飞果真灭了大金，收复了中原，届时岳飞权高位重，他会不会谋反？岳飞还没死呢，生死已经建立。一个武将居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为了皇上，微臣真的是寝食难安呢。不错，岳飞有时是比较执拗一些，但以他的为人，他是不会反的。皇上，就算岳飞他的品格可以相信，那些仰慕他的人呢？若他们强加黄袍在身，岳飞会如何？想当年，周世祖柴荣在世时，太祖爷是何等的忠心耿耿，何等的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。可老皇帝刚刚离世，后周天下不就马上变成了赵家江山了吗？岳飞怎可以和太祖爷相比？皇上训示的是，
那你认为此事如何处置？如今人所说，必杀非，实可和。更何况，今人答应，只要年前杀了岳飞，年后皇上就可与太后团聚。所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岳飞对于社稷立下许多大功，如若真的杀了他，岂不是要成为千古昏君了？到时候，满朝文武、黎民百姓都会知道朕为了一己之力而杀害忠良。皇上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这就要看皇上想要鱼还是熊掌了。朕两者都要。坐吧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不知不觉，你娘也走了快6年了。爹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为什么娘走了这么多年，你都一直没有续弦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会比你娘更好了。以前，娘总是逼着我学琴，不让我碰鼓，说是一轮鼓声战事起。你娘说的没错。以前我不太明白，后来我慢慢懂了。我希望天下永远没有战事。为什么？爹是一员武将。每当打仗，我就看不到爹了。虽然爹您不断地受到朝廷的封赏，可是我总觉得很害怕。你怕什么？爹的官越做越大，责任也越来越重。一个人的心只有这么大，装了太多国家的事，就装不下我了。这些年，我最害怕2件事，一件是传来战败的消息，
我怕我会看不到爹，再也看不到了。那另外一件呢？打我记事以来，每一个节日，您和娘都不在我的身边。不管是春节、上元节、中秋节，看着别人家热热闹闹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皇上，枢密使韩大人求见。宣，遵旨。宣，枢密使韩大人觐见。老臣韩世忠叩见皇上。韩大人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赐座。谢皇上。韩大人，这一次回了临安，见到家小可都好啊？多谢皇上关心。家小一切都很好。那就好啊。这些年，承蒙皇上厚爱，老臣战功未立，却不断受到皇上的错爱，加官进爵，封田赏地，老臣受之有愧呀。哎，这是哪里话？如若当年的苗刘兵变，没有你韩世忠，哪有朕呢？皇上，眼下国事不济，大宋未兴，老夫恨不得统领千兵，决胜千里，为光复大宋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只可惜啊，老夫年事已高，体弱多病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所以恳请皇上准许老夫复归故里，安享晚年。韩帅一片忠肝义胆，为国效命30载。你若离开，朕真是舍不得啊。不过，既然已经开了口，朕若是不批准，朕这个皇上实在是不近人情啊。好吧，朕准了。多谢皇上，皇上圣明。韩帅啊，朕真的很高兴，能看到爱卿你安度晚年啊。多谢皇上成全。艳芳，爹，您回来啦？啊，回来了。爹，坐。啊。爹，累了吧？先喝口茶吧。艳芳，整理行囊，我们回老家去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
我已经跟皇上告老还乡了。真的？您不走了，再也不走了？来，再也不走了。爹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爹还要亲眼看着你去嫁人呢。爹，好，那我这就去收拾。去吧。岳飞已经从江州回到庐山了。他这个人一闲下来就想着闹事，所以我们一定不可让他闲着。希儿，在，吩咐下去。关于岳飞，他召集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干过什么事，到过什么地方，都要一一查清楚，上报相国府。知道了。今日请大家来，是要商议一下岳飞一案。何大人，你作为御史中丞怎么看？下官不知岳飞是何罪名。谋反。那罪状是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岳飞名望甚高，若要定他的罪，还得拿真凭实据说话，不然难平民心。就连他身边的大将们，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何大人所言极是，所以今日我们要把岳飞的罪状数一数，列表说明，上奏预览。我们不可冤枉忠臣，也不可放过乱党。依微臣看，如果说要罗列岳飞的罪证，那就该从哪一年哪一任开始算起。如果太过鸡零狗碎的，皇上也不耐烦看，也显得我们太过故意营造，参上去也不好看呢。若是要从头说起的话，建炎元年，他越级上书，诽谤大臣，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是死罪。他又在北岸新乡与统帅王彦失和，引兵自遁，阵前当斩。建炎3年，岳飞不从留守使杜充的指挥，力阻决河剿敌，论罪也离不开一个斩字。可是像这些罪状为时久远，皇上已没了印象。我看还是以就近3、5年之内的抗命案件为先的好。小的以为，今人犯淮南，皇上亲札指挥，前后15次，下旨要岳飞策应战事，而岳飞坐观胜负，拥兵不进，大宋律临军征讨，及其3日者斩。更何况降旨15次，岳家军才开拔应战，就这一状，便让他吞食不下了。好，这个好。
苗刘兵变以来，皇上一直都是心有余悸。岳飞不听指挥，那皇上怎么会给他机会变成下一个苗父，或者是刘正彦呢？还有什么？微臣知道，他岳飞在被罢权之后，曾写了几个字给张宪，叫张宪错字别作薄话。这里面包藏祸心，用意明显，别作薄话。如何之别？如何之作？如何之薄？如何之话？这里面寓意很深呐。什么错字别作薄话？他们分明就是聚众谋反，按大宋律谋叛剿。不但张宪可以剿，岳飞也可以剿。就凭几纸行文就能定岳飞的谋反之罪吗？要办岳飞，必须要先办张宪、岳云、王贵。只要这3张王牌在我们手里，还怕扳不倒岳飞？要想拿到岳飞的罪证，那就应该找他身边最亲近的人。他们几个肝胆相照，要从他们的嘴里套话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呢。我现在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哦，谁？王贵。他跟岳飞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是最深的。就因为感情深，所以他心中才有恨。你想想，这些年岳家军里面的大将，有几个是春风得意、受重用的？不是他王贵，是张宪。你说他这心里能没恨吗？之前在牛头山，他就差点被岳飞砍了脑袋，还是靠大家一再求情，才免遭一死。即使他对岳飞佩服得肝脑涂地，但经过这件事情，难免他的心里会留下一个疙瘩。所以啊，这王贵是可以用的。这就好办了。娘，孩儿回来了，回来看您了。这次回来，就真的不走了。爹，这次你真的不走了？不走了。你们知道奶奶的坟墓为什么向着北吗？唐寅在北面，奶奶临终前就想回老家，和爷爷葬在一起。可是爹有生之年是回不去了。奶奶的这个心愿，我是完不成了。你们要记得，如果多年后收回了故土，你们一定要把奶奶葬回老家。你看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一点小伤而已，看你紧张的。扎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你呀，什么岁数了还这么皮？你说的，我不紧张，你紧张谁呀？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
是委屈你了。当初我嫁给你，就没打算享清福。这么多年，不也过来了吗？我是说真的，我岳飞为了朝廷，为了百姓，一片忠心，问心无愧。可是对你，我有太多太多的自责，太多太多的愧疚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的前半生许给了朝廷，我的后半生全部都许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你开心的时候，我就陪你开心；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逗你开心。就这样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我们老死。你说好不好？以后你要做什么，我都跟你在一起，你甩不掉我了。这也太早了，真想回去再睡一会儿。你这个笨蛋，一会儿看日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天天都有日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你还天天吃饭呢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小心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太阳要出来了。今天雾这么大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出呢？我相信，只要想看，就一定看得到。老天爷保佑保佑，雾快点散掉，让我们全家人一起看个日出吧。快看，雾散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真好看。是啊。好看吧？在庐山2年了，真没白来。没想到江山秀美如斯，真好看啊！这就是我们的大宋，这就是我们的江山。你虽然没有拯救天下，但却拯救了江南。江南如果没有你，又怎会有这一方乐土？你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再去想国家大事了。不想了，不想了。大事不可为，便不为；放下了，我便放下。小娥，我们做了20载的田园美梦，就在当下了。一生如此，我便足矣了。张小姐，岳云，先说。岳云，咱们屋子里遭贼了。先说啊，这贼头上缺根筋呐，偷什么也偷不到咱们屋里啊。
咱们屋里只有个穷字可偷。我看这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贼翻箱倒柜的，偷的是咱们的往返行文。行文？什么行文？过来。就是去阅军楼的那份。起阅军楼？阅军楼可是公事公办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。你说的对。起楼的这个行文，你爹并没有批，只写了“错字别做破话”这6个字。当时我心里不痛快。我们打了20年的仗，最后想弄间瓦顶屋都不行，要我别做破话，我可没有闲工夫来破话这事。毕竟武将不惜死嘛，连死都不惜了，难道还会惜一座屋子不成？现在看起来，你爹有远见。岳云啊，朝廷啊，就是看不得我们这帮铁哥们儿聚在一起，怕我们没事就会嘀咕如何连接和硕指导黄龙的事儿。我觉得你爹有3只眼，他把事情看得更透，看得更深，看得更远。先说啊，我怎么看我爹他只有1只眼呢？在京城待了半年，每天跟皇上面对面的，怎么就看不出来皇上对他安的是什么鬼胎？岳云，你错了。其实你爹……两位将军，请赏光。请赏光。告辞了。张将军，岳将军，秦将军以武会友，我等特来讨教。好，请入座。诸位也都入座。今天在相国府以武会友，请大家各显所能，不要客气。20年前，岳云少将军的父亲岳元帅，便是在劲舞场上枪挑小梁王而拿到的相州第1勇士的头衔，从此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官拜少保，南面为王啊！我代副帅谢过诸位。尤其是岳云少将军，年方22，久经沙场，冲锋陷阵，素有英名。今日，希望他能够在相国府一展岳家8大锤的绝招，让我等趁此机会，开开眼界。好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来，诸位，大家举杯为庆。禀报老爷，王将军来了。王贵给相爷请安。坐吧。谢相爷。
来，这是本相珍藏了18年的绍兴女儿红。来，你尝尝。谢相爷。王将军，开门见山吧。本相今日找你来，有件事。王将军，开门见山吧。本相今日找你来，有件事。听说你的顶头上司岳飞蓄意谋反，本相想听你说说。没有的事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相爷，太尉树大招风，这纯属造谣污蔑，还请相爷明察。既然你没听说过，那你就言之凿凿地告诉本相说这是没有的事。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打算告诉我没有？岳太尉赤胆忠心，天下皆知啊。不仅是我，岳家军所有的将士都不会信的。如果本相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今日是不会跟你透底的。若你是明中间辨是非的人，你在皇上眼里还是个好将军。这样吧，你知道什么就通通告诉本相吧。你要我诬告太尉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岳将军，请。下面这个节目是岳将军武锤啊，还是错字别作破话？秦兄所言，在下听不明白。哼，岳将军听不明白，可以问张将军啊。他是岳家军有名的智多星，别作破话之道，问他最恰当。多么懂得拉拢人心的岳飞，这么多人对他那么忠心，在你们眼里，就只有这个太尉，还有大宋的皇上吗？末将不敢。你敢的！岳家军胆大包天，有什么不敢？可是今天，我找你来不是来试探你的胆量，而是想拨开云雾，让你们这些愚笨如牛的武将多动动你们的脑筋。秦将军，你这是话中有话呀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以免双方产生误会。今天请诸位列席，一则是以武会友，一则是想请教张将军别作破话之道。哼，请张将军说个明白，讲个仔细，否则的话，只怕你们两个人是进得来，却出不去。请相爷指教。我问你，
在岳家军当中一直以来，属你资格是最老的，一直都是你在主管军务。那为什么大权会落到张宪手中？我再问你，牛头山以一，虽说你违抗军令，擅自发兵，可是你发兵是为了救岳飞呀。可他不但不心存感激，反而要把你杀掉，为何？就算是他要杀鸡给猴看，也不应该拿你这个几十年的兄弟开刀啊！于心何忍呢？五贵，你能告诉本相吗？好，岳云，我们现在就出去，给他们看看。走，好，别做破坏，意图谋反，给我拿掉！太尉有他自己的主意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。相爷，你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。谢叔，我们中迷魂汤了！别废话，杀出去！好。你是不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我这相国府上会有那么大的动静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很快你就会知道的。在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之前，我跟你谈谈家常吧，增加我们之间的了解。我问你，假如让你选择的话，你是愿意花一辈子拼了命的做一件事情，还是愿意把力气分散，腾出双手去做更多的事情？一辈子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成，岂不是赔大了？我会做很多事情。那你会做什么呢？我还没想过，看兄弟们做什么吧。看兄弟，王将军，我看你就算是想过了，也不会知道该去做什么，因为你是一个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的人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想要做什么，是不是？
你打从心底里看不起你自己。你已经被岳飞的盖世风范所折服。岳飞说要收复中原，你就说好。可是你真的打从心底里说过一声好吗？是，不是？不是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岳飞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你更在乎的是那些看得到的东西，比如说兄弟、拳头、大权、财宝。因为有了这些东西，才会有人理你。只有这些东西，才会让你心里觉得踏实。如果你被兄弟们接纳了，你被天下人仰慕了，如果你不再是烂泥里被人踩来踩去、可有可无的角色，你的心里就踏实了，是不是？就算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你的手脚却不是这么做的，因为你想的是东，走的是西。你一直都在感情用事、自欺欺人。你明知你的义气已经被辜负了，可为什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？快走，记住！实话告诉我，今天找你说这番话，不是我秦桧的意思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看你还是个大将之才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如果把你当成柴火烧了，岂不是可惜？皇上和我都不愿意把你划到那一小撮不忠不义的人当中去，也不愿意看到你跟他们一起被抄家、砍头、株连九族。拿下！押到大理寺。是，带走。王贵，本相有要务在身，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啰嗦。我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？
问你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样？不，说是还是不是？否。你今日来找本相，是要告发张宪，还有岳云他们谋反，幕后主使就是岳飞。不，我不知道。岳飞他因为对处夺兵权心中不满，就暗中指使张宪，将岳家军拉到了襄阳，准备投奔金人。不，我做不到。你就是杀了我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好吧，你好好想想，回忆回忆。若今天想不起来，就去大理寺想吧。相爷，当时太尉被封为节度使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当年太祖皇帝是30多岁当上节度使的，我呢，而今30间接我也做到。他说，岳某与太祖俱已30岁间接，自古少有。死鸭子嘴硬是吧？啊！别以为你们不说话，皇上就治不了你们岳爷爷的罪。哼，给我好好伺候。是。慢走，大人。皮肉之苦吗？千万不要给你爹丢脸！谢叔，我不是怕死，攻城略阵、铁马金戈，我从来没有怕过。只是没想到，现在居然落到小人之手，我不甘心呐！士可杀不可辱，这种鸟气，我爹他怎么能忍得下？张宪、岳云招了吗？啊，说是岳家军为了筹款，替伤残士兵起楼，作为栖身之处，他们签了给岳飞，岳飞没批，
写了错字别作破画6字，表示筹款不妥，让他们另辟门径。只是为了起楼而告发他错字别作破画，这不够稳妥。另外弄个谋反的文字，把这6个字移过去。对，移花接木，苦打成招。哼，就算岳飞这回插了翅膀，他也飞不出去。我并不担心他会逃走，现在关键的是怎么让他来。岳云张宪一壶酒就骗到了岳飞，招他回临安，不铺出一条血路，恐怕他是不会回来的。没错，只是该让谁出这个面了。爹，您说呢？谁？进来。老爷。爹，那边一有消息我就立刻汇报。老爷，我给你熬了燕窝。还是你贴心。快喝吧，要凉了。好。老爷今天好像有烦心事。天时地势，人心是最烦的事。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惹老爷心烦？乱臣贼子，临死还嘴硬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还有谁敢逆天而行？小满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奇呀？老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循名而择师，治国必须有治人之道。我也是随便翻翻，你帮我收起来，放到那边去。是。什么？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？还不知道。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？不行，我们要去救人。走。张佑，人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怎么救啊？我还听说秦桧父子俩想借此事将岳元帅骗下山来。算一算日子，过几天就该到了。既然是个陷阱，就根本不该让岳大哥来。大哥的脾气我最了解，就算是个油锅，如果他知道兄弟有难，也一定会往下跳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依我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我们闯到秦府，绑了秦桧，救出张大哥和小云子。哎呀，那儿的高手里3层外3层，还没等你见到秦桧，你就变成箭靶子了。就凭我们几个，就算加上忠义社的兄弟们，也根本靠近不了秦府，更别说杀他了。你看，
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，大哥？我死。哎，拿着这个。会包，你看。哎呀，我来。好的。哎呀，馅儿多了。娘，换一个吧。来，拿好。哎，你去忙吧，我来包就成了。看你，我把包好了，先放这儿。我这经常不在家的，难得在家，你就让我学一学嘛，能吃不就行了吗？这像饺子吗？这怎么不像饺子了？爹，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了吗？盼哪一天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。我每天都去奶奶坟头，希望她在天有灵，保佑你快点回家。这样啊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，好好的吃一顿大肉饺子了。难怪你老是在奶奶坟前嘀嘀咕咕的，原来是在念叨这事儿啊。对呀。我还没包完呢。爹，说句实话，你打仗肯定是一流的，但是你包的这个饺子实在是不入流，还没我包的好。你这小鬼，有这样说你爹的吗？啊？你看我包这个多漂亮！哎呀，你这个不对。哟，张帅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啊，这都是你的家人呀。这是内人小娥。张帅啊，快叫人。这么有兴致啊！啊，这是包饺子呢。啊，你们先聊吧，我去下饺子了。把饺子拿过来。一家人多开心呐！还是你命好，有福气啊！你真是庐山归隐一身轻啊！这一路走来，我就想起你之前写的2句话：云锁断岩无觅处，半山松竹撼秋风啊！张帅有话就直说吧，不必绕弯子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岳飞啊岳飞，你仗着自己有些文采，就张着嘴巴乱说话，说什么文官不爱才，武将不惜死。你知道这2句话挡掉了多少人的财路，又枉死了多少性命啊！如今你下了马，这些人是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告你罪状10大折子呀，已经呈送到皇上的手里。皇上十分无奈，本来想叫你去临安一叙，可是又怕送信的人出事，所以这才叫你哥哥亲自前来传达皇上的口谕。希望你跟我去一趟临安，解释案情，这样也可以让皇上安心呐。告我的状子，我岳飞行得正，立得直，不怕告状子。你是不怕，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背黑锅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张宪、岳云现在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，
你说什么？他二人被检举有谋反之嫌。岳飞，我劝你别想那么多啊，赶紧飞提京城，做一个解释吧。如果不然，他二人将于10日内被处斩。谋反？他们二人怎么可能谋反？谁人检举，谁人批准？这朝里面谁说话能算话，你应该心知肚明。岳飞，我想你不会让你的兄弟和儿子为你背黑锅，为你去送死吧？你们简直就是一丘之貉！骂我，就算你打死我也无济于事。你我同朝为官，还是留点脸面的好。岳飞，现在你还是跟我一块儿去临安吧。聊什么那么开心？水饺好了。我正在跟他杯酒论兵呢。这次不是杯酒论兵，这次是杯酒祝寿。韩帅60岁大寿，皇上不给他做了，我们兄弟几个一道去给他做。当初催你上路的是朝廷12道金牌，如今催你上路的是临安12将的生死交情。我看这次你是非去不可了。山下那帮兄弟非常想见少保，还特意让我上山，说一定要把少保接回去呢。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，就现在。马上就走？早去2天也没关系，因为那帮兄弟实在是太想见他了。你先下山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那告辞了，弟妹。我们山下见。走，我们在山下等他。我去帮你收拾行李去。哎，我去就回，不用带太多东西。路上冷，多带点。放心吧。爹，你忘拿了。你收着吧，好生练习。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春节前，春节前一定回来。爹还要好好跟你吃顿饺子呢。真的？爹可不准骗我。爹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小娥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有我在。爹，帮我问问小云子，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好啊。我走了。等一下。带着这个，保你平安。
去给韩帅做寿，可是我怎么记得以前给他做寿都是夏天啊？跑了一天，还真是渴了。素素，拿着，这是100两银票，你快走。怎么，阳关大道你不走，为什么你偏向深山虎穴行？难道你现在还没看出来，张俊就是阴曹地府派来的牛头马面，哪有你这样说走就跟他走的？无理寸步难行，有理走遍天下。我占个理字，为何不能光明磊落的走？岳大哥，这么多年都是我听你的，这次你就听我一回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过这银票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朝廷摆明了是要害你，这张俊就是要把你往火坑里推啊！岳云章现在临安犯了事，等着我去为他们开脱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往岳云章线头上泼粪。他们不过是诱饵，是为了引你出来。赵姑娘在秦桧那边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，秦桧是要杀你。此去临安，你要见的并不是皇上，而是阎王爷。上苍有眼，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。否则，天下之大，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少王，都在里边等着呢，请吧。岳云和张宪就关在里面，开门吧。